姓世人，九五至尊世人，他们凭什么？杀！江姑娘，今日与虎磨皮，他是一臂为虎所施。借一半清醒梦给我，早知无对错，情深无因果，却不知哪一天雪落，你来过，用几分舍得来交换另一半值得，以为放手是回忆最好的选择，借我一缕风去控制解不开的梦，却飘散在雪落时刻。姐位，放手！是我，宁儿，宁儿。谁让你来的？先生，燕家的事，滚！滚呐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先生，先暖暖手吧。哎，先生，药来了。金石散，那怎么行？金石散虽能镇痛保持清醒，可对身子危害极大，甚至会危及性命，万万不可服用此药。拿来！可谢大人，谢大人，您是来找江姑娘的吧？啊，那我不送了啊，二位慢走。我还未去寻你，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。你有话要同我说？我与先生之间本已没什么可说，可先生不觉得欠我一个交代吗？昨夜之事是意外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来。我是说燕灵，若我不去，先生准备何时告诉我？说要救出燕灵的是你，推他去流放的也是你。若先生是来威胁我的，那便算了吧。你的秘密我没兴趣知道，也不想告诉旁人。若先生按照之前答应我的救出燕灵，那么从今往后，你我桥路各归便是。江二姑娘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先生爱卿之心你不会不知，昨夜若非你贸然闯入，他又何须弄伤自己？今日他为了出来寻你，他又服了金石。简叔，宁儿，你若真的关心燕灵，想知道燕家之后的去向，就随我回府。
昨晚之事，我不会和任何人提起的，你可以放心。昨夜之人叫龚一成，是平南王麾下的谋士。京中朝臣遇刺案、宫中玉如意案、侯爷所中毒箭、那半封密信，以及通州军营的哗变，皆是他所筹谋。此人不除，必成燕家后患，是以我才动的手。燕家流放之事，确实是我向圣上进言，兵权印信也是我上交的，但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燕家留在京中，面对的是内忧外患，根本无法彻底改变局面，唯有破而后立，才能破解此局。黄州是什么地方？先生知道吗？风沙、烈日，粮食永远不够，还要面临大越人随时侵略的危险。燕翎去了那种地方，他会疯的。我知道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他若是能挺过这一关，才可以真的成为逐鹿四方的将军。若你说的都是真话，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？你不是问过我很多次，我跟永义侯府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有答案了吗？略猜到一些。猜到什么？你每逢下雪时会犯离魂之症，只有经历过生死之危的人才会患上此病。你出生谢氏乃是一门清贵的世家子弟，哪里会经历那些？再说了，金陵偏南，从不下雪，这里面处处是蹊跷。所以呢？上次宫中发生玉如意案之时，我听你和那个小太监提起过龚一成，说明你和逆党之间必有牵扯。你身边有剑书刀琴这样的侍卫，还有吕显那样的能人，短短4年便能深得圣上信任，举手便能左右朝政。所以你的身份一定是假的。你笑什么？从入宫开始，我在观察你，你也在观察我，我们早就已经是最了解对方的人。但有个人跟我说过，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镜花水月，早晚成空。不过现在看来也未必如此，你明知些微是假，但仍愿意相信我，这便够了。我几时说了我还信你？你发起病来连自己都能伤，让我如何信你？那下次下雪天，莫要近我的身。灵儿，我不想做下后悔之事。你放心吧，除了燕翎的事，我必离你远远的。好一个宁儿啊！你笑什么呢？你自己看看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还说宁儿不知人心险恶，我看他早就把你我2人算计进去，借着我们之手除掉后患呢。这是何意啊？先是故意拿着焦安到幽篁馆来卖，引我们怀疑他真的出了事儿。若非是他同游芳营叮嘱过，按游芳营那死忠的性子，如何能被你问出话来？还有周迎之的行踪，刀琴剑书的行动，这桩桩件件，恐怕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暂且不说这么短的时间能不能凑齐这5万两银票，谁知道这帮歹人会不会拿着线再去卖给别人啊？所以，我们绝不能放他们离开京城，必要绝了后患才行。我已经挑了兴魏忠跟我过命最靠谱的兄弟了，可若要将这帮人斩草除根的话，肯定免不了一场恶仗。这动静要闹大了，闹到国公那儿。上次我们从尤家那诈来的钱还有些剩余，
你先拿给这个人，放他回去，跟他说3日之内我会筹措剩下的钱给他。至于斩草除根之事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或许可以让别人替我们办了此事。不是，她一个闺阁女儿，能有这么厉害？厉不厉害？明日一问便知。剑叔，明早去江府，叫他来学琴。是。还有，宫一城那几个手下尽快解决。眼下通州之计在即，最要紧的是让燕家安全出京。届时，他们就算有通天的手段，也难掀波澜。见过先生。信呢？这么紧要的东西，自然不会带在身上了。那你来做什么？学生担心先生有话要问，一大早便赶来了。先生连杯茶都不招待吗？我看你想要的不是茶，是这焦安5万两银票，还有那逆党的永绝后患吧。宁儿，你果真有本事啊！这本事也都是同先生学的，也好让先生尝尝被人蒙在鼓里的滋味。那半封信事关重大，不是你可以拿来赌气的儿戏。此番若是你计划落空了，亦或是逆党还有后招呢？届时燕家怎么办？宁儿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是吗？所以我才故意让你知道的嘛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神仙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料到。如果有万一呢？这一次是我轻率了，也是我利用了你，我向你赔罪。可是先生，有些话你也忘了。你我曾经说好要相互信任，互通有无的。上次的事情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你还想如何？学生希望先生从今往后，事前有商量，事后有交代。你就不怕知道越多，死得越快？我若是怕死，便不会与先生同路这么久了。答应你也可以，赶紧把信给我。其实那封信学生自己处理也行。好，我拿给你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这么胆大包天，行些阳奉阴违的事，学生明白，学生谨记先生教诲。那就多谢先生，学生先回去了。宁宁，你对我这样的好，我也待你那样的好，可为什么你就不喜欢我呢？跟你没关系。我说过的，我是个坏人。那又是怎样的坏？我做过一个梦，梦里面我傻傻的跟你说，我想当皇后。那天正好是你心情差极了的一天，所以你就很生气，同我大吵了一架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就真的当上皇后了，你也回来了。燕玲，你疯了！就是疯了！别人一起把我关了起来，对我好坏好坏。我是个胆小鬼，梦里的你那么坏，所以我就不喜欢你了。那怎么能叫你坏呢？分明是你梦里的我太坏太坏了，才吓得宁宁不敢喜欢我。怎么办呢？我马上就要去黄州了，来不及看你做皇后了。我都说了是梦里了，现在谁还想做皇后啊？那你想嫁给谁？
可是那刑部的张遮大人，观礼上我都看到了。在下刑部张遮，敢问定国公可知我大秦律例？年少不知愁，花间落下品菊酒。宁宁，你看他时的眼神，便像极了我看你时的眼神。少年常双秋，那双最炙热的手，以为我出眼前就可以天长地久。昨日情丝，今日血肉。你若真觉得对不住，那就趁我回来之前努点力，早点把自己给嫁出去，嫁一个值得托付的好人。要不然等我回来，我可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都会把你抢过来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风吹很起，吹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小心，世界停留在梦境。我用这个帮姑娘梳发。今夜朝廷在此定下诱捕逆党之计，眼下姑娘出去，只恐会有杀身之祸。等一会儿还请姑娘跟在我身侧，小心行事。若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